百威的大钢索套装盒子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它这回是一个手提式的礼盒，上面这里可以很方便的提啊，因为太大了这个包装，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地方的盖子掀开，里边是直接可以看到内容物的。它有2份说明书，因为套装里边是擎天柱和钢索嘛，所以2个角色的变形都有。但是这种说明书参考意义真的不大。这一回它会带有2根尾巴，这根是可以变形的，额外的一个也像是个锤子，也像是个矛的东西啊。然后带有折叠关节的流星锤，这还会有一根杆儿，这个杆儿一会儿是和其他的配件组合的。它这回虽说是一个套装的版本，柱子骑钢索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大家现在也已经很习惯了。但问题就是，为什么变3的擎天柱骑了一个变4的钢索呢？哎，这做错了呀 ！SS 的柱子是哪个？是前3部的形象啊。众所周知，骑钢索的应该是个骑士柱呀。你哪怕用后续出的那个 V 级别的电影骑士柱子，这一回是一个纯蓝的透明版本。其实这个蓝色的透明件的料子啊，我在膝盖内侧这里发现了白色的裂痕，2边的膝盖都有，感觉这里像是在组装过程中硬别上去，导致这里裂掉的。这个看一看，等大货出来，玩家手里边这个现象有没有修复吧。反正目前手上的这个样板啊，在这里边，这明显是裂的，关节稍显松，相对来说不会像其他的料子那么的紧，很柔。2只脚丫子是合金件，主要是为了配重嘛。但其实这2个脚丫子和整体的一个纯透明的蓝色来对比的话，还是稍显突兀的。如果说也做成透明的话就好看了，但是可能也是为了站得更稳吧。柱子我们就快速变个形吧，因为都是玩过很多遍的老模具了。SS 这个柱子的模具竟然是用 TFP 柱子的一个变形逻辑改出来的。真的是官方啥都能想起来啊。明显的感觉在切割的时候这些飞边还是比较多的。主要还是看看这个料子的接受程度如何啊。其实在变形的过程中能感到这个透明料子还是有点柔韧性的，但摸在手里边是偏腻的那种，就摸起来会也不是油油的吧，就是很腻的一种感觉，像是手上抓了一把猪油的那种感觉啊。但变完了以后呢还不错，整体很通透，这个蓝色的车型非常的漂亮。唯一碍眼啊，这2个铁脚板放在这里跟人形一样突兀啊。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做铁脚板，做成这个通体透明蓝效果其实不错的。然后就是这个很油很腻的料子呢，其实它对于卡扣的这个阻尼感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个料子太滑了，所以你看像这种关键的卡扣啊，它插上去以后稳固度一般般。但这个透明小蓝车变完了以后还真挺漂亮的，变完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没有裂掉也没有白痕。但为什么膝盖这里会出现2个白痕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膝盖里边的白痕还挺明显的，这明显是组装盖上去的。所以呢，看一看大货什么一个表现的素质吧。反正具体这个东西呢就是便宜嘛，这一套才200多，代工车间哪有大妈，现在都是厂妹，年轻着呢。大妈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过去了。
来看龙形的真正实物吧，其实个头还是挺大的，跟之前的那个黑曼巴的钢索的尺寸是差不多的，而且一些变形呢还有改的东西啊，也是在黑曼巴的那个基础之上，好像又进一步改进了。手上拿着的分量还是挺重的，尾巴和之前黑曼巴的那个版本不太一样，它这个尾巴还有多段的可动关节。当然嘛，这只是一个可选的方案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尾巴摘掉，这个尾巴是握在手上的。第二套尾巴利用的卡扣就是这个地方的螺丝孔，把它卡进去，然后夹起来。那这个尾巴装上以后的效果就长很多了，而且更加的粗壮。比较起来，如果这里装的话，长出来差不多50%左右吧。但可惜的是，这一条尾巴因为是最后变成武器的，所以中间有一根棍子，就导致了它无法像这一节尾巴有多段的可动关节，直直的放在这里，看起来稍微有一点呆。所以呢，怎么选择看个人喜好吧。龙头这里拆开，牙齿这里是软胶件。跟之前的黑曼巴版本不同的是，这个舌头装的方式不一样了，而且这个地方啊多了一些扁桃体的骨头，相当于吞咽的一个咽喉的部位吧。其实从脖子里边看应该是这样的效果啊。安装电池的盖在这里，然后开关在这个位置，血呲呼啦的一个红灯，而且这个眼睛里边还挺有神的。好了，大家伙的进一步开始变形。第一步，我们把嘴巴已经张开了，首先把这个扁桃体摘除，连同舌头就撅了。而且呢，这个地方其实你不装舌头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嘴泡。然后嘴巴卸下来，继续往下拆，脖子这个地方有2片装甲卸开，它是通过这样穿过脖子的洞连接在一起的。翻开这俩刺儿，把这根棍子再归位，拿出来盒子里边的另一节柄，就可以把它安插在一块儿。这个还挺扎手的，刺刺的。那钢索的有一把锤子，然后从这个地方你还可以脱下来这一节，把这个东西收起来，小锤锤，然后展开这些刺儿，插上这个大一点的柄，大锤锤，40变成80。接着我们把刚才插上的这根尾巴卸下来，这根尾巴从这个地方打开刚才链接卡扣的地方，然后从这里拆开左右这里的2段卡扣，进行一个反折，打开一个十字星，上边的2个往下折，下边的2个往上折，折成这样，里边这里再翻开2片，然后杆子拉长，那这个武器就变完了。其实要说它是个锤子吧，我觉着更像是个戟一样的东西。人上面有开的叉啊，还有这个，稍微打开一点，叉子似的。而我觉得这玩意儿更像个戟吧。脚尖儿，脚踝旋转，把这钢索的大脚板放到前面去。然后膝盖这个地方的齿轮关节，哎呀，很硬，这里卡到底，把这腿掰直了，把这里卡到头，然后拆开胯骨这里，卡扣，很长。啊，太紧了！我说实话，刚才我在从人形变龙形往开
拆这个胯部的时候，差点没弄开，这里卡的特别的紧，而且这个料子吧，摸起来好像是挺软的，但实实际际呢，卡这些卡扣会特别的死，而且其实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倒钩，这个倒钩的根部这里也会出现一些白痕。但是呢，你又必须这么大的尺寸吧，它又这么重，你必须得把这些东西做的卡扣结实了，它才能稳固。看这个根部这里已经爆白了，这是撑的。这个胯是要比之前的黑曼巴版本紧上1倍还多的。好，嘎嘣锁上。接着这条胳膊往起翻，龙头并一下。胳膊旋转，放下来。这边打开龙头 ，V 字折叠，然后把这条胳膊从里边卡出来，龙爪翻一下，这里提，这个龙的下颚放在这儿，然后横着转一个90度。摆到正面来，后边的裙架摆一摆方向，这个也是软胶的材质。把胸口拨开，脑袋翻转，卡回去。武器带的很多啊，而且这里边还附一根大尾巴，其实是可以插在后背的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卡孔，我们可以利用到这里，把这大尾巴背到这儿。说明书让你这么背啊，但是好不好看呢？由个人的喜好来吧。脑袋和黑曼巴版本的有所不同，样子有变啊。嘴巴这里是可以张开的，这里边是有弹簧的，而且这个下颚打开以后，里边的牙齿有刻画，这个弹簧的牙还挺爽的嘛。很解压，一张一张的，这很不错。而且这张脸确实比原先那个版本顺眼很多。这种脸不能说很漂亮吧，但是有感觉。后脑勺这里有一个激发开关，点亮它。这种红眼的骷髅王是不是挺有感觉？而且这个下巴的装甲打开以后，里边能明显的看到2排牙齿。料子方面，我觉着是要比黑曼巴的那个版本要软一些的，但是我们也能看到，在变形过程中，这个胯部拆的时候非常的费劲，而且已经看到了有白痕的存在。额外多加了这个 SS 版本的擎天柱，这个戴的太怪了呀！它不是个骑士柱子，它戴在这个钢索里边特别的另类啊。其实咋说呢，这个玩意儿就占一个个头大吧，也是摆那儿挺吓人的，挺唬人，挺漂亮的。另外一个售价可能并不贵吧，我听说如果在某平台用完券可能也就是个200多吧，200出点头的这么一个价位啊。所以呢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。但具体呢，这个东西把玩起来其实挺累的。主要是这个胯太紧了，这个地方真的不好拆啊！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多把玩，反正这个玩意儿这么大一个尺寸，200来块钱摆在家里边看看人形帅就够了，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作用。因为你想把它变成龙，包括它的晚点骑一个柱子上去，这个柱子的版本也不对呀。这一套百威的钢索擎天柱套装大概就是这样了。